风一休，好将。达摩剑法之达摩送客，左横击剑，弓步撩剑，弓步劈剑，弓步撩剑，右横击剑。达摩剑法出鞘式有3式：开门见山、童子迎宾、达摩送客。这里红叶第一剑直接就用了达摩剑法出鞘式的高阶剑法达摩送客，因为就在刚刚，红叶亲眼见到风鱼修出了一剑。红叶素有兵器之王的称号，岂能看不出风鱼修那一剑之下所蕴含的深厚剑意？面对这样的高手，红叶的第一剑气势肯定不能太弱。第二个原因，达摩剑法虽以怪招闻名天下，然而毕竟出自佛家，慈悲的胸怀总是忘不了的。红叶以此高阶剑势，也只是想直接吓退风鱼修，让他不要在此纠缠。太极剑法射焰式，剑指手在前，持剑手在后，象形拉弓，以拉弓射焰之势向斜下方刺去。万发劈剑。峨眉剑法之玉女穿梭。峨眉拳经剑篇中有诗赞曰：身若惊鸿应穿脸，剑似追魂不离人。红叶这一招玉女穿梭，步步紧逼，剑一直追风鱼修，10秒之内，红叶就已经用了3个门派的剑法。拳谚有言：先练拳脚，再练擒拿。擒拿有成方进兵器，兵器乃手足之延伸。从刚刚的剑招来看，一代兵器之王红叶显然已经到了可以随心御气的境界。太极剑法左右云抹，红叶和风鱼修同时使出太极剑法，两人你来我往，相互试探。峨眉剑法玉带拦腰，太极剑法经验横空，横击剑，进步刺剑。达摩剑法旋风魔颈，蜻蜓点水。八仙剑法二马分鬃式，两人这一招就很有意思了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红叶这一下点剑离风鱼修的面额还有一定距离，正常来说这一下点剑是指点眉心而去的，红叶故意收了一点手，使剑锋在风鱼修眉心前面一点处停止，有意让风鱼修觉得他点到为止了，希望风鱼修能够自知退去。但是风鱼修并不领情，以八仙剑法二马分鬃式直接截住了红叶的右手，使红叶的右手再也无法下点一分。风鱼修想告诉红叶，即使你这一招点剑不留手，我也能截住你。上刺剑，达摩剑法鹞子翻身，左右横击剑，进步刺剑。太极剑法左右云抹，进步扫剑，弓步刺剑。这一次被风鱼修寻到机会，左脚直接踩住了红叶的剑身，一招八仙剑法仙人指路直逼红叶。红叶侧身闪过，一招蜻蜓点水刺破风鱼修左脚后，马上收剑回抽，左右横击剑。红叶的超脱剑法令风鱼修心惊，很久没有人能在兵器上伤到他了。红叶不愧是兵器之王，而红叶内心同样震惊。风鱼修的剑法里尽是杀机，他岂能感受不出？所以此刻红叶心有所虑，在之前的打斗中，他已经变换了多种剑法，都被风鱼修及时察觉。如果接下来的战斗不出全力，将很难取胜。可红叶又觉得自己如今是武打明星、公众人物，如果出全力重伤风鱼修，将会负很大的责任，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正在红叶两难之时，风鱼修提剑攻来，来不及思考决定，红叶以下劈剑后发先至，压制风鱼修攻势，进步刺剑，弓步立剑，退不了剑。达摩剑法探海屠龙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风鱼修以凌空之姿使出一招八仙剑法潜龙吸水，踩断了红叶的剑，并刺中了红叶的背部。风鱼修并不满足于此，刺中红叶背部之后直接挑了出来。红叶遭此重击，这才俨然意识到，如今之状态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左横击剑，左云抹剑，八仙剑法仙人指路。危急时刻，红叶弃掉手中断剑，拿起一旁空心钢管，以管为鞘，直接收了风鱼修的剑。外摆连，红叶后撤之时，抄起脚下钢管，逼退了风鱼修。以棍击人，最有力的地方是在棍尖和离棍尖约1尺内的一段棍梢中，这一段称为力点，在棍中称死门。这一段棍的击打力量要比其他地方击打力量大得多。红叶以力点攻击风鱼修，风鱼修飞扑躲闪。此时风鱼修捡起地上的一把美工刀，准备和红叶再战。风鱼修左侧虚晃，想要靠近红叶，但是被红叶的扫劈组合逼了出来。弓步扫棍，我们看到当风鱼修踢开这一棍的时候，直接一个转身想要靠近红叶，而红叶下一棍弓步戳棍已经迎面而来。风鱼修这一举动非常凶险，
时机掌握差之毫厘，都可能丧命。这一戳棍之下，危机时刻，风余修在一个转身掠过这一棍，避开了死门，再接连几个转身，一步步逼近了红叶。红叶背部受重伤，对棍的整体发力和控制大打折扣，这也是风余修敢赌命近身的主要因素。红叶明白，如果再被风余修近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个压棍阻断了风余修的前进，风余修翻身踢棍，红叶本想发力下压对冲，但是背部重伤导致发力不足，竟然被风余修轻松踢弹而开。而风余修趁着红叶控制棍弹之力的时候，已经进到了红叶身前。风余修围绕先锋手爆发了一轮猛烈的攻击，而随着风余修的近身，红叶长棍的缺点就暴露出来。疲于应付之下，手臂、腰腹、面部已是伤痕累累。风余修一个侧踹踹飞了红叶，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个割喉当场击杀了红叶。高手对决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在红叶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就已经输了一半；而当背部遭受一剑的时候，就注定无力回天了。